该死，应该早点拦截他们的。现在他们获得好处，直接离开了，反而是我们空有强大令牌，却一无所获。若是离开此地，这令牌就失效了，那不是白忙了一场？苍穹仙宗一位小辈天才十分不甘。事实上，不甘心的可不止他一个。他们手中的令牌明明比洪魂宗少主他们的强大，原本都不用楚风出手，他们这些人联手就有把握凭借令牌的力量战胜洪魂宗那边的所有人。可现在却只能目送人家离开。住口！秦玄怒斥一声，旋即斥责道：“你在埋怨什么？若没楚风兄弟，你能获得这令牌内的力量？”公子，我没有埋怨楚风少侠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那位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秦玄似乎也理解他的心情，于是看向楚风：“楚风兄弟，到底为何不与他们抢？现在能说了吗？还记得我开始说的虚虚实实吗？开始我不明白，但那巨鸟出现的时候，我便明白了。他们身上那力量的蠕动，与结界门上的波动相同。楚风兄弟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秦玄问。直白一点说，他们刚刚的战斗一无所获，反而白白浪费了令牌内的力量。楚风说道：“楚风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巨鸟身上的力量没有用处，是故意引诱他们浪费令牌力量的？”秦玄问道。是。楚风点头。听闻此话，众人皆是面露喜色。若真如楚风所说，那洪魂宗少主他们可就真是亏大了。楚风兄，那结界门关闭了，我们暂时无法踏入。宇文言日道。听闻此话，众人望去，发现果然关闭了。刚刚露出喜色的众人再度慌乱起来。无碍，只是暂时关闭，很快就会再度开启。楚风说道。与此同时，谢天然等人所在的武斗台内，那刻写数字的结界门有了变化。紧接着，一股传送之力覆盖整个比斗台，但并未离开比斗台，反而是将所有人聚集在了比斗台的另外一端。同时，在比斗台的中间那座高台中，竟延伸出了一道肉眼可见的半透明结界。那道结界屏障将这比斗台一分为二。紧接着，一道道身影也开始快速地从那结界门内走出。这些身影刚好落在了比斗台的另外一边。而当最后一个人飞掠而出，落在地上的一刻，人们终于是明白了那数字的含义。原来那数字没有任何秘密，就只是最简单的意思，人数。此时出现的人数与那结界门的数字刚好对应，这不是一群小辈吗？这群小辈出现于此有何意义？神之时代内外皆是沸腾了，他们皆是不解，但人们却更多的将目光汇集在洪魂宗少主身上，因为他手中握着的那面旗帜不仅刻写着远古二字，旗帜的一部分还升腾着一团气焰，那气焰似火似血，总之很是特别。而众小辈们进入此地也是有些懵了，洪魂宗少主也是如此，正满眼不解的四下观察，很快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，于是赶忙跑了过去。爷爷，只是还未靠近那无形屏障，只是武斗台的结界，便将他拦了下来。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也在这里？这是真的还是幻象阵法？洪魂宗少主不解地问道。是真的，不是幻象阵法。你手中的旗帜是从何而来？洪魂宗宗主问道。这个是我在刚刚的世界所得。爷爷，在刚刚的空间世界内汇集了大量同辈，不仅有咱们远古的天才，还有那些当代的怂包们。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时，就出现了两面旗帜，一面写着当代，一面写着远古。当代的旗帜分配给了那个叫楚风的当代怂包，而这面远古旗帜则是分配给了我。至于这些人，都需要进行选择，只能在我与楚风之间二选一，要么就什么好处都得不到，只能放弃。当代怂包们虽然怂，但眼光还行，几乎都选择了跟我。只有300多人跟了那楚风。见其爷爷问起，洪魂宗少主也不藏着掖着，洋洋得意地将事情经过讲述起来。300多人听闻此话，所有人不由得看向了远古武斗台那结界门上的数字，他们似乎也明白了那数字的意义。真不愧是我的好孙儿啊！洪魂宗宗主此时也是十分得意。可是当代修武者们一个个却是面露难色。倘若洪魂宗少主所言属实，那也未免太丢人了一些。当代小辈怎么可以跟随远古小辈？显然也是意识到了实情不妙。于是七界圣府众小辈朝着界天染的方向齐刷刷地跪了下来。府主大人，当时的我们只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跟随楚风，一个是跟随他。我们自然不能跟随楚风，为了后面有所收获，所以才选择了这位远古小辈。七界圣府为首的小辈解释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当代小辈也在纷纷向他们宗门势力的长辈们解释缘由，当然更多的还是暗中解释，毕竟不敢跟着楚风，害怕七界圣府报复这种事，也不方便当众说出来。听到解释，其实无论七界圣府还是其他势力的小辈们，倒也都能够理解了。只是此时本就与远古的那些强者形成了对立之势，这个时候自家小辈跟随人家小辈混的事情摆在台面上来看，着实是太过难看了一些。起来吧！界天染挥了挥手，并未责怪，反而是问道：我想知道你们之中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府主大人，是他杀了我七界圣府的界流。七界圣府小辈指向洪魂宗少主，你这小畜生为何伤我七界圣府之人？闻言，界天染虽未说话，七界圣府一些强者却恶狠狠地看向洪魂宗少主，可有其爷爷在场的洪魂宗少主却丝毫不惧，反而轻笑一声：那人多嘴，惹我不爽，我便杀了。毕竟小爷好心收下他们，
他们本应感恩戴德，怎敢对小爷造次？话到此处，他又看向七界圣府那些小辈，庆幸吧，你们庆幸在我杀了他的时候，你们连个屁都没敢放一个，因为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抗，你们都要死。红魂宗少主此话一出，神之时代内的人还好，不敢表现明显，可神之时代外，那片浩瀚星空的各处都已经沸腾起来。毕竟他这番话侮辱性十足，他透露出了七界圣府众小辈在自己同族被杀的时候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这简直丢尽了七界圣府的脸啊！难怪人家会称当代小辈为怂包，这不是怂包又是什么？莫慌，区区七界圣府而已，有爷爷在，他们不敢对你如何。红魂宗宗主说道：“爷爷，我知道，我从始至终都没将狗屁七界圣府放在眼里，只是爷爷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看起来像是一个比斗台？”红魂宗少主对其爷爷问道：“就是比斗台。本来一直以为我们与这些当代的喽啰们要进行对决，但却将我们分在了不同的比斗台上，根本无法碰面。后面猜测那结界门内会出现阵法妖兽，阵法妖兽是我们的对手，可谁成想你们出来了，并且你们的人数刚好和结界门上的数字对应。现在你爷爷我也搞不清楚状况了。”红魂宗宗主说话间挠了挠头，他是真的有些头大了。可听闻此话，红魂宗少主却是脸色大变：“爷爷糟了！什么？”红魂宗宗主不由一愣，满脸茫然。他们的对手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些小辈。红魂宗少主指着比武台另一端的界天然等人说道：“胡说！你们一群小辈而已，就算当代武者是一群喽啰，但也不可能安排你们做他们的对手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”红魂宗宗主摇了摇头，他觉得其孙子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。爷爷，红魂宗少主刚想解释，可虚空之上传来变化，伴随那仿佛提示一般的轰鸣之意，星空上方的巨型结界门又有一道光柱飞落而下，光柱落在了比斗台中间。那高台之上，宛如长达1000米的花朵一般绽放开来。仔细观看可以发现，此屋外边是一重结界之力，但中间更多的却是一团力量，似血似火的气焰。那气焰与红魂宗少主身后的旗帜似乎是同一种，但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。红魂宗少主那旗帜上的气焰虽少，可明显浓度更高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很快，结界之力与力量相融，下一刻，那团力量便宛如火山一般喷发开来，所有力量都飞向高空，又四散开来，冲向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一切发生太快，众人也根本无法闪躲。最终那力量宛如铠甲一般附着在众人身上。这力量，此刻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那座高台，他们能够感受到附着在身上的这重力量与高台有了反应。很显然，想要登上那高台，这力量将会必不可少。不过界天然却将目光投向比斗台对面的那些小辈，莫非我们的对手真的是这些小辈？界天然也是感到匪夷所思，他感觉到力量只是附着于表面，附着在他们身上最近的乃是结界之力。这结界之力有着极强的保护作用，是连他都无法破开的结界之力，并且力量可以剥夺，结界之力不可，便说明结界之力是用来保命的。而在结界之力外层与高台有联系的红色气焰则是可以抢夺的。就在此时，那高台之上映射出一道光柱，光柱之中竟浮现一行大字，红色气焰乃开启天梯之关键，气焰越浓，开启之天梯越强，新旧两代可相互抢夺。字体巨大，所有人都看得清楚。看到这字体，众人皆是感觉难以置信，原来还真是被那红魂宗少主说中了，真的是让小辈与老一辈对决。疯了，实在是疯了！神之时代到底有何目的？为何搞出如此荒唐的对决？众人来不及多想，字体随着光柱退回到高台之上，一同退回的还有那将比斗台分割开来的结界屏障。此时比斗台上已是没有任何阻挡，老辈与小辈已是身处同一区域。而就在那结界屏障刚刚收回之际，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如巨浪一般奔腾而来，速度太快，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，那结界之力已是将所有小辈覆盖。是界天然，界天然，你还要不要脸，竟对小辈出手！见此情形，红魂宗宗主以及远古众多强者纷纷指着界天染斥责起来。可界天染不予理会，他动都未动，只是意念之间，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倒退而回。但同时，原本附着在众小辈身上的红色气焰也被他一起抽离。只不过，当他携带红色气焰的结界之力自比斗台分界线掠过之际，那所有红色气焰竟又落入高台之上。就在界天然以为自己失败了之际，那刚刚落入高台的红色气焰又喷涌而出，落在了众人身上。只不过这一次只落在了他们老一辈的强者身上，小辈天才们皆未能得到，但也并非平均分配，似乎是与修为有关。总之，界天染身上的红色气焰最为浑厚，乃是独一档的存在，哪怕次之的苍穹仙宗宗主以及神体天府府主，也根本无法与他周身的红色气焰相比。红魂宗少主身后的旗帜散了，就连斗笠也掉了，露出他那略显平凡的脸，甚至已是委屈巴巴，泪流满面。他伸出手来，无助地望向了红魂宗宗主。爷爷，红魂宗宗主已是怒火中烧，哪怕隔着无形屏障，也能感受到他的滔天杀意。界天然，我真未想到你真的会对后辈动手，你既是此等畜生，那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红魂宗宗主咬牙切齿，可界天然却面色平静，甚至看都未曾看他，
而是淡淡的道：“规则如此，老夫只是按规则做事。你若不服，便去找神之时代讨要说法。”听闻此话，远古众强者更加恼怒。可就在此时，他们那边的五斗台也是开始变化。起初的变化与当代修武者这边一模一样。紧接着，他们对立面的结界门也彻底开启，一只脚率先踏出，随后一道身影也是走了出来。定睛一看，神之时代内外之人皆是目光瞪得溜圆。只见此人肩上扛着一面旗帜，而那旗帜上面刻写着当代二字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扛着的旗帜同样有红色气焰缠绕，但是他这旗帜缠绕的气焰不仅覆盖整面旗帜，且浑厚无比，气势磅礴，乃是洪魂宗少主之前那旗帜的数倍不止。甚至就连刚刚获得大量红色气焰的界天然，比之那面旗帜上的红色气焰也是稍显逊色。而这扛旗之人，在场之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来者楚风。